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2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2.74，收盘价是239.74。在盘中最高值是在243.44，最低价是在237.4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9780.82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并且下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MACD 快线也是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横盘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同时呢，成交量是量缩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是在20日均线值处遇到了支撑，同时呢，20日均线值呢，也是我们会看到前方这个蜻蜓线最低也是在它附近，也就是股价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，并没有继续再向下突破，也就是说没有确认反转向下。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休息的 K 线，那日后呢，股价是要等待突破。那突破我们指的是突破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44，和下方突破它的最低，也就是237，因为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呢，日后股价将会选择是向上或者向下突破这根蜻蜓线来确认这个变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48。另外一个可能我们是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我们分别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在235，另一个是收盘价在238附近。好，那实际在12月11日收盘价是在239.74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在238，虽然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，但是呢，它们的性质不同，也就是实际当中这个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。好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日后是要等待向上突破244，向下是突破237，所以我们依次来说一下向上和向下的走势的目标。好，那对于12月1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7。站上247，也就是12月5日这根 K 线最高，就是要瓦解这个头低，也就是要回档成功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第二个目标是253，站上253将会继续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所以这是上方的2个关键的目标。那
如果继续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有269和279。当然，在遇到这根趋势线的时候，它也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32，是1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跌破它上方，我们看到有头低，下方将会出现底低，也就是将会确认这个空头趋势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27，要回补这个缺口。第三个目标是207，接下来是下方的194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，对于12月1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，之前我们标出的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，我们已经连续关注2个交易日了。那到了12月12日，我们要关注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39附近。我们上移这个水平线到239。好，那在12月12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239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它会收高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向上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。那一旦收低，股价在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下，跌破20日均线值，那么股价将会转为空头趋势。好，所以说，在12月12日呢，是到了一个关键的交易日。好，我们指的是对于目前的股价的位置来说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盘中要关注的位置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35%的多头仓位，最后一次加仓是在11月28日收盘价，最后一次是10%加仓。那这个仓位的成本位是在240附近。好，那到了12月11日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，更不可以加仓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仓位如果是继续持有到12月12日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32，我们守12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实际上啊，在技术上的操作纪律来说，在多头趋势下，收盘价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，就应该止损出场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设立2个位置，一个是跌破20日均线值，还有一个呢是跌破前低232，我们给出这2个止损的位置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，那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仓位的获利目标呢，那我们当然认为是在240一直到上方的252，这是我们这个仓位的获利目标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12月12日开盘之后，尤其如果是低开盘，一定会有大量的空头的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32和下方的227，也就是到达这个位置，它要建立空头趋势。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46，这是它要坚守的位置。实际上，股价如果是高开盘啊，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的话，在这个地方同样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入。所以说，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多头的力量进入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下行的。实际上我们说在12月12日，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继续回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1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
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40到24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从243一直到上方的246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其中特别关键的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是在244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53，第四个压力位是在260，是当日 K 线和这条下行趋势线的交点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39，第二个支撑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是237，这是关键位置。第三个支撑是232，第四个支撑是227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12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9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48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7附近。但是如果最高不能到达248，如果只能到达244，那收盘会收在243附近。对，那这样一个补量的上涨呢，我们给出的是2个收盘价的点位，那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好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0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34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3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2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